运动迷们，准备好一起看看2025年那些赛场上威风凛凛、钱包也满到爆的运动员了吗？揭晓这些会动的提款机咋赚进大把美金？记得订阅加点赞。废话少说，出发啦！第10名，斯蒂芬·库里。斯蒂芬·库里，2025年以1.2亿的年收入稳坐第10名。这位金州勇士的三分球小王子，他的投篮准得像是装了 GPS 导航，球场上随便一出手，三分球就刷得进网，粉丝看了直呼过瘾。库里的收入可不只是靠投篮，他的吸金能力就像他的球技一样，无人能敌。作为金州勇士的灵魂人物，库里2025年的 NBA 薪资高达5960万美金，这可不是小数目。勇士队愿意为他掏这么多钱，原因简单，他就是球队的票房保证。从带领勇士4夺 NBA 总冠军，到成为联盟历史上三分球命中数第1人，库里的表现让球队老板心甘情愿开大支票。每次他在赛场上飙3分，观众席都像炸了锅，门票、周边商品卖得飞起，库里简直是行走的印钞机。说到赚钱，库里的代言收入可是大头，2025年光代言就贡献了4240万美金。最出名的当然是跟 Under Armour 的合作，他的签名球鞋 Curry 系列简直席卷球鞋圈，从 Curry One 到最新的 Curry 12，每双鞋都像艺术品，粉丝抢着买，潮流人士也爱不释手。Under Armour 甚至为他打造了个人品牌 Curry Brand， 这可是连詹姆斯和杜兰特都没能达成的成就。除了球鞋，库里还跟 Infinity 汽车、Rakuten 电商，甚至是 Brita 滤水器签了代言。广告里他那招牌笑容，简直让人看了就想掏钱。库里不只是球场上的天才，场外也是个投资鬼才。他通过自己的公司 SC30 Inc. 投资了多家初创企业，包括健康科技公司 Tono 和饮料品牌 Oxygen。2025年，这些投资为他带来了不小的回报，保守估计有几百万美金的额外收入。他还跟妻子艾夏一起经营美食品牌 Sweet Jelly， 从咖啡店到护肤品，库里一家真是把生活过成了生意经。这家伙的商业版图简直比3分线还宽广。第9名，凯文·杜兰特。凯文·杜兰特，2025年以1.6亿的年收入稳稳占据第9名。他的身高和臂展就像人形电线杆，抢篮板、盖帽、投篮样样行，难怪粉丝都叫他死神杜。但别以为他只会打球，杜兰特的吸金能力同样恐怖。从高额薪资到代言合同，再到精明的投资，他的钱包比他的三分球还精准。杜兰特2025年在 NBA 的薪资高达5100万美金，稳稳占据他收入的大头。作为篮网的绝对核心，他的得分能力让球队甘愿为他掏出天价合同。无论是面对严防死守还是包夹，杜兰特总能用他那标志性的干拔跳投解决问题，球场上简直是无解的存在。杜兰特的代言收入在2025年达到5500万美金，妥妥的商业大咖。他跟耐克的合作是重头戏， KD 系列球鞋从 KD 移到最新的 KD18， 每款都卖到断货，粉丝们抢着穿上死神的战靴。除了球鞋，他还跟 Gatorade、Beats by Dre、Coinbase 等品牌签下大合同。广告里他那酷酷的表情和流畅的球技，简直让品牌商裤裆都湿了。杜兰特通过自己的公司 35 Ventures 投资了多家科技和体育相关企业。2025年，这些投资为他带来了数百万美金的回报。其中最出名的就是他的媒体公司 Boardroom， 这家平台专门报道体育和商业的交叉领域，制作的节目和播客在 YouTube 和 Spotify 上人气爆棚。杜兰特还是个隐形老板，他投资了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的费城联合队，甚至还有电竞战队，简直是把钱撒遍了体育圈。
杜兰特的商业头脑真是让人叹服。除了球技，他的个人魅力也是关键。虽然他不像库里那样爱笑，也不像詹姆斯那样高调，但他的低调和专注让粉丝觉得他酷到骨子里。他在社交媒体上偶尔发个表情包就能引发热议， X 平台上他的推文经常被转发上万次。他还热衷公益，比如通过 Kevin Durant Charity Foundation 为贫困社区建篮球场，这种接地气的善举让他在品牌商和粉丝心中加分不少。凯文·杜兰特的得分能力让对手闻风丧胆，他的商业头脑让钱包鼓到不行。杜兰特用实力证明，他不只是在篮球场上死神，在赚钱的赛道上他也是无人能挡。这家伙站在场上，感觉就像在说，得分我拿手，赚钱我更行。第8名，罗杰·费德勒。罗杰·费德勒，网球界的老帅哥，2025年以$11200的年收入稳居第8名。虽然他早已告别赛场，但这位瑞士天王依然是吸金界的传奇。他的球风优雅的像在跳华尔兹。退役后的费德勒靠着代言、投资和个人品牌，钱包还是鼓得不得了。费德勒2025年的代言收入高达$1亿，占了他总收入的绝大部分。他的代言名单简直是奢侈品界的全明星阵容，劳力士、优衣库、梅赛德斯奔驰、Moët 与仙诞香槟，还有瑞士信贷，个个都是大牌中的大牌。尤其是跟优衣库的10年合同，价值超过$3亿，2025年还在持续送钱，粉丝买他同款 Polo 衫买到手软。劳力士广告里，费德勒带着名表挥拍，优雅的像贵族，品牌商直呼值了。他的广告不仅在电视上刷屏， X 平台和 Instagram 上随便一个代言帖，点赞都能破100万，流量王名不虚传。费德勒不只是网球场上的王者，场外也是投资高手。他通过自己的公司 Team8 管理着自己的商业版图，还帮其他运动员比如胡安·马丁、德尔波特罗打理事业。2025年，他投资了瑞士运动品牌的 On Running， 火得一塌糊涂。这家品牌靠着费德勒的背书，球鞋和运动装备卖到全球，给他带来至少$1000万的回报。他还跟 LVMH 集团合作，推出限量版太阳镜和箱包，时尚圈的粉丝直呼费德勒出品必属精品。更别提他每年举办的 Lever Cup 网球赛，门票和转播权收入让他荷包又鼓了一圈。虽然退役了，但费德勒的影响力依然无敌。2025年，他通过自己的基金会和各种慈善赛继续活跃在网坛。比如在瑞士举办的慈善表演赛，吸引了全球粉丝飞去看他耍帅。这些活动不仅让他赚了门票和赞助费，还巩固了他的网坛活传奇地位。他的基金会 Roger Federer Foundation 专注非洲儿童教育，2025年筹款超过$500万。这波公益操作不仅暖心，还让品牌商更愿意跟他合作。毕竟，谁能拒绝一个既有实力又有爱心的偶像呢？第7名，卡内洛·阿尔瓦雷斯。拳坛红发战神卡内洛·阿尔瓦雷斯，2025年以$11500万的年收入，强势冲上第7名。这位墨西哥拳王拳头硬得像铁锤，每一击都让对手晕头转向。赛场上的他是人形 KO 机。从高额比赛奖金到 PPV 分成， PPV 是只按出场次数收费，再到代言和商业活动。卡内洛的吸金能力就像他的拳击组合拳，精准又凶猛。卡内洛·阿尔瓦雷斯2025年的拳击比赛收入高达$8500万，占了他总收入的大头。作为中量级拳坛的霸主，票房号召力无人能敌。2025年，他至少打了3场高规格对决，包括一场备受瞩目的卫冕战，每次出场费都在$2000万以上。更别提 PPV 的收入分成，他的比赛在全球卖出数百万次观看，单场 PPV 分成就能轻松破$3000万。卡内洛的拳击比赛不仅让对手躺平，也让他的银行账户站直。卡内洛的代言收入在2025年达到$2500万，妥妥的商业红人。
他跟墨西哥烈酒品牌 Casa Noble Tequila 的合作简直是天作之合，每次他在广告里端着一杯龙舌兰。此外，他还跟 Under Armour 签下运动装备代言，推出限量版拳击手套和训练服，拳迷抢购到手软。他跟高端时尚品牌 Dolce & Gabbana 的合作也让人眼前一亮。卡内洛穿着西装拍广告，硬汉气质中透着点雅痞范儿。X 平台上相关话题直接冲上热搜，点赞破100万。品牌商爱他，不仅因为他拳台上的霸气，还因为他那标志性的红发和拉丁魅力，是广告界的流量密码。卡内洛不只靠拳头赚钱，他的商业头脑也让人佩服。他通过自己的推广公司 Canelo Promotions 赚了约500万美金。这家公司不仅组织他自己的比赛，还签下了多位年轻拳手，帮他们策划职业生涯，简直是拳坛的经济帝国。卡内洛的幽默感也是他吸粉的秘密武器。他在一次赛后发布会上被问到如何应对对手的挑衅，他笑着说：“我送他一瓶我的辣酱，让他尝尝啥叫真正的火辣。”这句玩笑让全场爆笑，视频在 X 平台上被转发数万次，卡内洛的辣酱销量直接翻倍，连对手都忍不住在采访中夸他：“人狠话不多，辣酱还挺好吃。”这波辣酱外交让卡内洛的场外话题度直接拉满。第6名，内马尔。巴西足球小天王内马尔，2025年以1.210亿美金的年收入强势杀进第6名。这位巴黎圣日耳曼的进攻核心，脚下功夫像在跳森巴舞，过人过的对手眼花缭乱，球场上的他简直是艺术大师。内马尔2025年在巴黎圣日耳曼的薪资高达7000万美金，稳稳占据他收入的大头。作为球队的进攻核心，他的每一次带球突破都像在表演魔术，助攻和进球效率让对手防不胜防。他帮助 PSG 在法甲和欧冠赛场继续称霸，场均创造机会的次数稳居欧洲前3，难怪俱乐部愿意为他开出天价合同。每次内马尔出场，巴黎王子公园球场的门票都卖到爆，周边球衣更是卖得飞起。他的10号球衣在全球粉丝手中几乎人手一件。内马尔的代言收入在2025年达到4500万美金，妥妥的商业天王。他跟 Puma 的合作是重头戏，自从2020年从耐克跳槽到 Puma 后，他的签名球鞋 Future Z 系列席卷足球装备市场，粉丝们抢着穿上内马尔同款战靴。Puma 还为他量身打造了个人系列，包括运动服和休闲装，时尚感爆棚，连街头潮人都爱不释手。除了 Puma， 内马尔还跟 Gaga Milano 手表、Replay 牛仔裤，甚至红牛能量饮料签下大合同。广告里，他那标志性的笑容和花式踢球动作，简直是品牌商的吸金神器。内马尔在2025年通过自己的公司 Neymar JR Productions 为他带来约600万美金的额外收入。他投资了巴西的电竞战队 Furia， 这支战队在 CSGO 赛事中表现抢眼，内马尔的背书让战队赞助商蜂拥而至。更夸张的是，他还参股了一家巴西的 NFT 平台，推出了内马尔数字收藏品，包括他的经典进球动画和虚拟球衣，首发当天就卖出数千份，收入直接破100万美金。内马尔的商业版图简直比他的盘球路线还花哨。内马尔为啥能赚这么多？除了球技，他的个人魅力和社交媒体影响力是关键。他在 X 平台和 Instagram 上的粉丝总数超过3亿，堪称行走的流量机器。他随便发一条训练视频或生活日常，点赞量轻松破100万，转发量更是吓人。他还热衷公益，通过 Neymar JR Institute 为巴西贫困儿童提供足球培训和教育，2025年筹款超过300万美金。这种又帅又有爱的形象，让品牌商和粉丝都为他疯狂。说到内马尔，怎能不提他的假摔梗？虽然这话题老被球迷调侃，但内马尔直接把这个梗完成了营销神操作。他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一段自嘲视频，假装摔倒后爬起来，拿着一瓶红牛，笑着说：“摔倒了没关系，喝口红牛继续飞。”
这视频不仅让粉丝笑翻，还被红牛官方转发，播放量破5000万，直接推高了品牌销量。网友评论：内马尔连假摔都能赚钱，太绝了！这波操作简直是把梗玩成了金。第5名，勒布朗·詹姆斯。詹皇勒布朗·詹姆斯，2025年以1亿2800万美金的年收入稳坐第5宝座。这位洛杉矶湖人的全能王者，球场上向战神指挥千军万马，场外则是打造商业王国的战略大师。从 NBA 顶薪到耐克的终身金饭碗，再到好莱坞和公益的超强布局，勒布朗简直是把篮球和生意完成了交响乐。勒布朗2025年在湖人的年薪高达5400万美金，稳居他收入的顶梁柱。都说40岁是运动员的退休线，但勒布朗偏不信邪，今年赛季依然场均25分、8篮板、7助攻，准3双的数据让对手怀疑他是不是偷偷喝了青春拳。作为湖人队的灵魂领袖，他的每场比赛都像在导演一部大片。Crypto Arena 的门票场场售罄，勒布朗的球衣全球卖到断货，湖人靠他拉动的票房和周边收入，简直让老板数钱数到手抽筋。詹皇的存在等于给湖人装了个金光闪闪的发动机。勒布朗的代言收入2025年飙到6000万美金，堪称商业界的超级吸铁石。他跟耐克的终身合同堪称体育史上最豪气交易之一，传闻总值超10亿美金。LeBron 系列球鞋从第1代到2025年的 LeBron 22，每款都是球鞋界的劳斯莱斯，粉丝抢购炒鞋党哄抬，2级市场价格翻好几倍。除了耐克，他还跟 Sprite、PepsiCo、AT&T、Walmart 签下重磅代言。品牌商为啥爱他？因为勒布朗的每条广告都能直接变现，流量转化率高到离谱。勒布朗的吸金能力离不开他无敌的个人魅力和公益影响力。他在社交媒体上坐拥粉丝总数突破2亿5千万，随手发个训练视频或跟儿子 Bronny 的合照，点赞量轻松破100万。他的 I Promise School 项目持续为家乡阿克伦的贫困儿童提供免费教育和生活支持。2025年筹款超600万美金，不仅温暖人心，还让品牌商觉得投勒布朗就是投良心。他在采访中说，篮球是我的起点，但改变世界是我的终点。2025年，他在一场慈善赛中跟儿子 Bronny 上演父子连线，勒布朗一个暴扣后朝观众喜喊：“老爹还能飞！”结果这句老爹扣篮瞬间成了迷因。耐克顺势推出 Old Man Dunk 限量帽衫，3天卖断货，连对手都在赛后调侃：“勒布朗这老爹扣篮比我家 WiFi 还快。”这波自带笑点的营销，直接让勒布朗的代言价值又飙一波。第4名，利昂内尔·梅西。阿根廷足球之神利昂内尔·梅西，2025年以1亿3千万美金的年收入荣登第4名，现效力于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的迈阿密国际。这位球场上的魔法师用脚尖画出诗篇，每一脚传球和射门都像艺术品，让全球粉丝看得如痴如醉。梅西2025年在迈阿密国际的薪资高达6000万美金，稳稳撑起他收入的半壁江山。自从2023年加盟 MLS， 梅西把美国足球的热度直接拉到外太空。迈阿密国际的主场比赛门票秒售罄，球场从几千人到爆满几万人的盛况，全拜梅西所赐。2025年，他场均贡献 1.5 个进球或助攻，带领迈阿密国际称霸 MLS 东部。季后赛门票价格直接翻3倍。他的7号球衣全球销量破1000万件 ，MLS 的转播全收入因他暴涨。梅西简直是一人带火一个联赛，俱乐部老板笑得嘴都合不上，直呼签梅西比中彩票还赚。梅西的代言收入2025年高达6000万美金，堪称品牌商的吸金代名词。他与阿迪达斯的终身合同是核心，价值据说超过10亿美金。梅西的签名球鞋 Adidas Nemesis Messi 系列，从训练场到街头，粉丝抢到手软，
限量版甚至被炒到上千美金一双。除了阿迪达斯，他还跟百事可乐、Gatorade、华为、Lay's 薯片签下天价代言。他为百事可乐拍的广告，在阿根廷街头踢球分薯片的画面，温暖又接地气。视频在 YouTube 上播放量破3亿，评论区全是梅西吃薯片都这么帅。梅西的场外收入可不只是代言，他还是个投资小天才。他通过自己的公司 Messi Management 赚了约1000万美金的额外收入。他投资了阿根廷的葡萄酒品牌 Leo Messi， 限量版红酒一瓶难求，全球粉丝抢着买来收藏。他还跟一家区块链公司合作，推出梅西 NFT 收藏品，包括他世界杯经典进球的数字动画和虚拟球衣，首发当天收入破200万美金。更别提他参股的餐饮连锁品牌 Mem Buenos Aires， 主打阿根廷烤肉。他还在北美和欧洲开了10几家分店，利润直接翻倍。梅西的商业触角简直像他的左脚一样精准无敌。除了神级球技，他的低调和亲和力是吸粉神器。他发一条抱着儿子踢球的日常视频，点赞量轻松破200万，评论区全是梅西是人间宝藏的彩虹屁。他还通过 Messi Foundation 为阿根廷和全球的贫困儿童提供教育和医疗支持，筹款超400万美金。这种球王加暖男的形象，让品牌商和粉丝都为他疯狂。第3名，乔恩·拉姆。乔恩·拉姆2025年的高尔夫收入高达1亿5千万美金，堪称奖金收割机中的战斗机。2023年，他果断跳槽到沙特支持的 LIV 高尔夫联赛，签下一份传闻价值5亿美金的超级合同。2025年光基础合同就贡献了1亿美金。他在 LIV 赛事中火力全开，拿下至少3场冠军，单场奖金高达400万美金，团队赛奖金更是锦上添花。除此之外，他在 PGA 巡回赛的职业生涯积累也亮眼。截至2025年，已赚5054万2616美金的奖金，70次前10名11次冠军的战绩，让对手只能望球兴叹。拉姆的每一杆都像在打钱，国领都得给他发红包。拉姆的代言收入2025年飙到4500万美金，妥妥的品牌商新宠。他与梅赛德斯奔驰的合作堪称天作之合。广告里，他开着梅赛德斯 S-Class 轿车从球场飙到晚宴，西装革履的模样帅到炸裂。拉姆这气质，车都自带冠军光环。他还跟 Callaway 高尔夫装备签下重磅合同，定制的 Drum Signature 球杆和球包全球限量发售。此外 Rolex、Adidas、NetJets 私人飞机也纷纷找上门。Rolex 的广告中，拉姆带着 Submariner 挥杆，画面优雅的像幅画，视频在 YouTube 播放量破6000万，直接推高品牌曝光度。除了顶尖球技，他的硬汉气质和亲民形象是吸粉法宝。每次发比赛集锦或跟妻子 Kelly 的甜蜜合照，转发量轻松破10万。乔恩·拉姆2025年的2亿300万美金收入，来自比赛奖金、代言和投资的完美3杆进洞。他在球场上用精准挥杆称霸高尔夫，场外用聪明头脑称霸财富。从 LIV 高尔夫的天价合同，到梅赛德斯奔驰的豪华代言，再到葡萄酒和科技的跨界投资，拉姆用实力证明他是高尔夫球场的精准导弹，也是商业世界的吸金王者。这家伙简直把高尔夫打成了财富公开赛。第2名，克里斯蒂亚诺·罗纳尔多。C 罗2025年在沙特利雅得胜利的薪资高达2亿美金，稳稳占据他收入的绝对大头。2023年加盟沙特联赛后，他签下了一份传闻年薪2亿美金的超级合同，堪称足球史上最豪气。2025年，他在沙特联赛场均进球超过1个，带领利雅得胜利称霸联赛并杀入亚冠8强。球场上的他像台进球机器，每场比赛都让球迷嗨到爆。他的到来让沙特联赛的全球关注度暴涨，比赛门票秒售罄 ，C27 的7号球衣在沙特街头随处可见，俱乐部靠他拉动的商业收入直接翻倍。C 罗的薪资简直是踢一脚赚一桶金。
C 罗的代言收入2025年高达5000万美金，他与耐克的终身合同是核心，价值据说超过10亿美金。C27系列球鞋从 Mercurial Superfly 到最新款，每双都是球迷的梦中情鞋，全球销量破1000万双，炒鞋市场价格翻倍。除了耐克，他还跟 Herbalife、Clear 洗发水、Binance 加密平台、Armani 签下重磅代言。他还为 Binance 拍的广告，在迪拜街头踢球秀 NFT 的画面酷炫到炸。2025年 ，C 罗通过 C27品牌和相关投资赚了约1000万美金的额外收入。C27品牌涵盖香水、内衣、健身装备、酒店等。C27香水系列全球卖出数百万瓶，粉丝直呼闻着 C 罗的味道都能多进球。他在葡萄牙马德拉岛的 Pestana C27酒店每年接待了数十万游客，收入暴涨。C 罗还参股了葡萄牙的葡萄酒品牌，限量版 C27 温厚一瓶难求，利润翻倍。他的商业帝国简直比他的进球数还夸张。C 罗除了神级球技，他的自律和超强影响力是吸金法宝。他发一条健身视频或赛场集锦，点赞量轻松破200万，转发量更是吓人。他通过 Cristiano Ronaldo Foundation 为全球儿童提供教育和医疗支持，2025年筹款超500万美金，暖心形象让品牌商趋之若鹜。他在采访中说：“进球是我的工作，激励世界是我的使命。”第1名，迈克尔·乔丹，篮球之神迈克尔·乔丹，2025年仍然以3亿3000万美金的惊人年收入强势登顶第1。虽然早已退役，这位传奇巨星的吸金能力却像他的空中飞人扣篮，永不落幕。乔丹的财富帝国就像他的6枚总冠军戒指，闪耀到让人睁不开眼。乔丹2025年单从 Jordan 品牌赚了约2亿5000万美金，稳稳占据他收入的绝对核心。自1985年与耐克合作推出 Air Jordan 以来，这个品牌早已成为球鞋界的劳斯莱斯。2025年 Air Jordan 系列全球销售额突破60亿美金，从经典的 AJ1 到最新的 AJ40， 每款都卖到断货，炒鞋市场价格动辄上千美金。乔丹不仅拿分成，还深度参与设计和营销。限量版 Jordan Retro 系列每次发售都引发全球抢购热潮。除了球鞋 ，Jordan 品牌的服装、配件，甚至 NFT 数字藏品也火得一塌糊涂，粉丝直呼穿上 AJ， 感觉自己也能飞。乔丹的品牌简直是把飞人精神变成了印钞机。乔丹作为夏洛特黄蜂的主要股东，2025年从球队运营和相关投资赚了约5000万美金。他2010年以2亿7500万美金收购黄蜂大部分股份，如今球队估值已飙升至30亿美金，红利丰厚到让其他老板眼红。黄蜂在 NBA 东部表现不俗，季后赛门票和转播收入让乔丹的钱包又鼓了一圈。他还投资了体育博彩平台 DraftKings。2025年，随着美国体育博彩市场火爆，他的股份收益翻倍，保守估计带来1000万美金收入。乔丹的商业眼光简直比他的后仰跳投还精准。虽然退役多年，乔丹的代言收入2025年仍高达3000万美金。他与 Gatorade、Hanes 内衣、Upper Deck 卡片公司的长期合作依然火热。Gatorade 的经典广告 Be Like Mike， 乔丹穿着 AJ40 喝饮料的画面勾起全球粉丝回忆。他还涉足好莱坞，担任空中大灌篮系列的制片人，票房破5亿美金，乔丹分得1000万级红利。他还投资了餐饮品牌 Syncro Tequila， 高端龙舌兰酒卖到全球，利润翻倍。乔丹的副业简直是把传奇2个字刻进了银行账户。好了，看完这10位世界收入最高的运动员，有没有觉得他们不止赛场厉害，赚钱也一流？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，有才华加努力，梦想真能变金子。快留言说说你最崇拜谁，记得订阅加点赞，一起期待更多新星崛起吧。